好，那截至目前为止呢，我们都一直在探讨睡眠剥夺对成年人的影响，或是对成年大鼠的影响。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生物体幼年的时候呢，更是需要来补充睡眠。但是呢，非常非常少的文献去报道说，如果在生物体幼年或者早期的时候呢，发生睡眠剥夺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呢，我们就把研究的重心呢放在说，如果说是 early life 的一个 sleep deprivation，又会对我们生物体的一个情绪的调控、认知功能，甚至是代谢状态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因此呢，我们实验室接着呢，就将实验的一个重点呢，放在幼年期的一个睡眠剥夺。我们实验的模式是这样子的：我们将动物呢断奶之后呢，就经历了3周的一个慢性睡眠剥夺。在这3周里面呢，有5天的全睡眠剥夺，接着呢让动物休息2天，再 repeat 这个 cycle，5天的睡眠剥夺，然后再休息2天，在连续实施3个礼拜之后呢，我们去看看，在这种所谓动物幼年期睡眠剥夺会对它的代谢功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在代谢功能上面呢，我们首先去探讨的是褪黑激素的一个生合成状态。我们知道说，褪黑激素呢会调控生物体的一个代谢功能，因此呢，如果在动物幼年的时候就遭受睡眠剥夺的这个所谓刺激之下，会对整个褪黑激素的生合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非常值得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探讨。好，这是整个松果腺里面呢褪黑激素生合成的路径。褪黑激素生合成呢，必须仰赖正肾上腺素受器跟正肾上腺素做 binding 之后呢，会让钙离子大量的涌入松果腺细胞，那进而呢去启动下游的一些讯息传递路径，比如说 PCAB 或是 PAANAT 借由这些酵素的磷酸化呢，最后呢就会让我们的褪黑激素生成，并且释放到血液里面，去影响我们的代谢功能。那在幼年期遭受3个礼拜的慢性睡眠剥夺之后，我们可以从这一张图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睡眠剥夺之后呢，松果腺细胞内的钙离子浓度显著降低。那另外呢，刚刚我们所谈到的，不管是PCAB 或是 PAANAT， 或者是正肾上腺素的受器呢，都明显的在睡眠剥夺之下显著的降低。那这些受器的降低呢，很明显的可以反映在组织化学染色上面。同学们可以比较 A 跟 C 这2张图，我们发现说，在幼年期睡眠剥夺之后呢，松果腺细胞的 PCAB 呢是明显降低的。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 ANAT 这个酵素的磷酸化上面。同学们可以比较 A 跟 C 这2张图。PANAT 呢 ，ANAT 酵素的磷酸化呢，在幼年期睡眠剥夺之后也是显著的降低。这些降低呢，也反映在松果腺细胞的一个细胞能量上面。我们同样使用之前所提到的细胞色素、氧化酵素来当做细胞能量的一个指标。同学们一样可以去参考 A 跟 C 这2张图。A 是正常的情况的松果腺， C 是睡眠剥夺之后的松果腺。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细胞色素、氧化酵素呢是呈现很显著降低的情况。这些降低的情况呢，就反映在褪黑激素的生合成。我们可以发现，在正常情况之下呢，褪黑激素呢具有相当好的一个生物周期。白天的时候呢，合成量比较少；晚上的时候呢，合成量比较高。但是经过幼年期睡眠剥夺之后呢，同学们可以看最右边这2个直条图，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褪黑激素都很明显的减少。这些褪黑激素的减少呢，确确实实反映在生物体的代谢功能上面。在幼年早期接受睡眠剥夺处理的实验动物呢，它们的代谢状态具有很明显的异常。我们就以 glucose 血糖，或者是 triglyceride 三酸甘油酯，或者是高密度与低密度胆固醇，甚至是胰岛素的量，我们都可以发现说，在幼年期接受睡眠剥夺这个刺激老鼠呢，它们的血糖明显偏高，血液中三酸甘油酯量明显偏高，低密度胆固醇也明显偏高，英雄的含量也明显偏高。很明显的，这些都是代谢异常的一个表征。因此呢，从这些结果呢，我们可以知道，在 early life 在你的生命早期呢，
在你幼年期的时候呢，如果就已经开始经历睡眠剥夺的困扰的话，那么这个睡眠剥夺呢，会永远的去抑低褪黑激素的表现，那甚至呢，会让你成年之后呢，产生代谢症候群的比例偏高。这是相当重要的发现。因此呢，藉由这个发现呢，更让我们了解到说，在生物体早年拥有充足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一旦生物体早期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褪黑激素会永远的降低，那也会增加成年之后得到代谢症候群的风险。